月剑派无耻下，比武不胜，暗算害人。范松、赵贺破衡山剑法于此，张成峰、张成云尽破华山剑法。无耻鼠辈竟敢口出狂言！这招是本门的有风来仪，看你怎么破。这里刻的华山剑法，怎么比我所学的要精妙许多？有的更是从未见过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各位都是高人，不知与华山派有何恩怨。总之不能暴尸于此。晚辈不知各位姓名，所以无法立碑，还请见谅。小师妹，怎么没见小林子啊？林师弟，那小子一夜未归，不知道跑哪疯去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你紧张什么？他又不是3岁小孩。六猴，华山地势险峻，林师弟初来乍到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啊？你别乱说。那怎么办呀？小林子，师姐，你跑哪儿去了？知不知道大家多担心你啊？你猜我带什么好东西给你？谁有心情跟你开玩笑啊？你，碧水剑。昨天我在山崖底下找了一夜，总算是不辱使命。你这傻子，那山谷深100丈，你要是出事了怎么办呀？我只是不想见到师姐伤心难过的样子。华山剑法怎么会毫无用处？
前辈，前辈，不许跟别人提我的事。同样的剑招，小师妹和这位前辈比起来，却有天壤之别。这其中的奥秘，显然不在剑招，而在世间的法子。于沧海传来消息，令狐冲已返回华山，辟邪剑谱极有可能落入岳不群的手里。这于沧海一定是吃了岳不群的亏，不然消息不会传出来的。岳不群是五岳并派最大的阻力，如若练成辟邪剑谱，师兄的大业恐怕就别想了。汤师弟已经找到华山派剑宗的传人，正在回来的路上，到时自有他们来对付岳不群。竟练得走火入魔了。幻觉。冲儿，师傅师娘，怎么你的脸色如此憔悴？莫非伤势严重了？没有，我只是……你还在懊悔善儿的碧血剑吗？啊，都怪我不好，小师妹气坏了吧？没事，平之昨晚在山谷里寻了一夜，已经寻回来了。哦，林师弟他有心了。冲儿，你伤势严重，所以为师才安排你在此宁心静气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为师考虑要传给你紫霞神功。冲儿啊，要练此功，一定要记住一点：一气呵成，中途不可有半点停顿，否则极易走火入魔。多谢师傅师娘。好，那就让为师来看一看，你这半个月来有何进境啊？好。
儿，师娘跟你过几招。冲儿，打起精神！师娘，虫儿错了。孽徒，你刚才这招剑法是从哪里学来的？我是胡乱使出来的。师兄，冲儿，他也是无心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自己已经走上了邪路，眼看就不能自拔了。徒儿不知，还请师父指点。本派原来有剑宗、气宗之分。气宗历来主张以练气为主，气功一成，无论是拳脚与刀剑，都无往不利，是本门武功之正途。而剑宗则是把重点放在剑术上，自认为剑法一成，内力平平也能克敌制胜。最终这场争论演变成了恶斗，剑气两宗约定在玉孽山比武，胜者一方执掌华山门户。气宗自然是胜了，可为何从未见过剑宗之人啊？剑宗失败之后，大多数人都自刎身亡，少数人也远走归隐，所以为师才说，剑宗走上了一条邪路，不求修身养性，却一味的急于速成，最终导致同门相残。剑宗的前辈，气量未免也太小了些。你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，那便是剑重于气的局面，凶险万分呐！弟子知错了。你要尽快把这些旁门左道的武功尽数忘掉。届时，为师在考虑是否传你紫霞神功。虫儿绝不会让师父失望。
少主，姑爷，吃了这合欢饼，咱们呀就入洞房了。我看今天要不就到这里吧。事已至此，在下该向姑娘赔罪。我本是为黑木令而来，并非有意想要迎娶。我只看本门剑法，不算坏了师傅规矩。令狐冲，爷爷来了，还不快点跪拜迎接！木坨子，哼！哎呦，罗锅都让我师傅治好了，还敢上华山，真是阴魂不散啊！你放屁！那是于沧海在背后暗算老子，哼！否则就凭岳老儿三脚猫的剑法，怎能奈何得了我塞北明陀？哼！好。你要是这么说，那我现在就回去找我师傅，跟你再来斗个3、5回合。哼！小子，少跟你爷爷来这套，今天让你插翅难逃！哼！什么剑法？
山剑法。这就是历代教主才知道的禁地。我教的贵重物品也都藏于此地。莫非这把就是传说中的金蛇剑？你要是喜欢，我就当嫁妆送给你了。黑木令牌在此，我把它给你了。葵花宝典，没事吧？小子，你太不成器了！前辈，是你吗？刚才那招白虹贯日，为什么不接有凤来仪？后面再使惊焰横空和解手势，就可以反过来封住他的弯刀。哼，装神弄鬼，你来封封看！前辈，白虹贯日剑尖朝上，如何解有凤来仪啊？拘泥不化，不知变通。剑术一道，讲究的是行云流水，任意所致。刚才这一招完了以后，可以顺势把你的剑脱下来。剑术上没有这个姿势，为什么不能别出心裁，任意配合呢？行云流水，任意所致。木驼子，来吧！多谢前辈指点迷津。剑法的动作是对了，可惜辅助的痕迹太重，太笨拙。
前辈也是本派中人吗？老夫风清扬，论辈分，应该是你的太师叔。葵花在手，天下我有。原来，《葵花宝典》和《辟邪剑谱》有
这样的渊源。你体内银针已被我取出，幸好没有伤及经脉，休养些时日，应该就好了。你昨夜说，神秘人也会葵花宝典？我也不知他从何习得。不过他既夺得令牌，应该是为了令牌中另一部分葵花宝典。还有一部分葵花宝典。当年黑木崖被攻破，任教主把宝典一分为二。这秘密原本只有我和我义父曲阳知道。你武功如此高强，竟只是葵花宝典的一部分。日月神教定是出了变故，我要立刻赶回。令牌丢失之事，还望蓝教主替我保密。黑木令牌是在我手中被人夺取，我和你一起去黑木崖。此行凶险万分，敌人得了整部宝典，恐怕我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更要同你前去。哟，木驼子，醒了。哎，小爷等你半天了。看剑！好啊，活学活用，可造之材。六师弟马上上来送饭了，不能让他看见。走。小子，你为什么没有杀死那个穆高峰？我这不是好不容易有个陪着练剑的对手，再留他玩会儿。下一次他遇到你，他一定会有所提防，而且会和你拼命。你想赢他上街不容易，何况你要杀死他。这不是有您在吗？您再传授我几招精妙的剑法，来几个穆高峰我也不怕呀。你这臭小子！在这等着我呢。菜做的不错。看在你请我吃饭的份上，我吃完饭可以教你一招。就一招啊？一招里面可是有好几百种变化，能不能掌握其中的要领，还得看你自己的造化呢。想知道吗？破刀式，我教你的剑法叫破刀式。这个剑法可以破江湖上各家各派的刀法。可是现在你没那么多时间，也不可能全都学了。那个穆高峰使用的是柳叶刀，属于单刀一脉。这样，我吃完饭以后就教你，你先破了他。破尽天下所有刀法。这个剑法的精髓在于料敌机先。任何对手在使出招数之前，都有一些相应的征兆。我们观察到他
抢在敌人之前封住他们的门户，这样的话，就可以胜券在握了。哈哈哈哈。天资聪慧，你已经远远地出乎了我的预料。果然啊，没让老夫失望。太师叔，为什么此招剑法，招招都是禁术之招，只攻不守啊？攻敌之不得不守，自己又何必要守呢？创立这套剑法的独孤前辈，他的名字叫求败。他老人家毕生想求一败而不得。当然了，这套剑法天下无敌，又何必守呢？令狐小子，靠阴谋诡计取胜，算什么好汉？滚出来受死！木驼子，这一战既分胜负也决生死啊！大言不惭，休想再以诡计胜我！赶快发誓，从此不再作恶，我就饶你不死。快发誓！穆高峰行走江湖，岂能受你这晚辈小子胁迫？木驼子死了，正合你意，你还拉我做什么？没有天生的恶人，更没有不值得救的人。我要是年轻时候认识你，也许就不是今天的木驼子，早已经是木大侠了。说。